日中关系跌到谷底，台海压力飙升之际，习近平头都炸了，只好亲自披挂上阵，直接找自己的老对头通话了。电话那头是刚在釜山和习近平短兵相接，如今手握28点和平方案的川普。同一个周末，李强从南非 G20 匆匆返京，手里捏着一套稀土剧本，既要安抚被中共吓怕的南方国家，又得维护北京对关键矿产的垄断。更尴尬的是，北京一路用战狼外交压日本下台湾，结果却把高市早苗送上民意高点，也把自己一步步推向下一个俄罗斯的风口浪尖。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1月24号晚，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习近平说，韩国釜山的会晤达成很多重要共识，双方应保持这个势头。说完中美友谊，习近平话锋一转，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人还谈及乌克兰危机。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各方不断缩小分歧，早日达成一个公平、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从根源上解决这场危机。中央社11月24号报道，在日中关系僵持与美国针对结束俄乌战争提出28点和平计划下，习近平晚间与川普通话。在日中关系紧张恶化之下，中方有意借由习近平与川普通话，在台湾议题上拉高层级做出回应。看来中日交恶，习近平对日本和台湾已经使尽威吓手段，反而增加了美日关系。没办法，只好找到川普，用韩国釜山达成的共识将川普一军。再说李强这边，他不敢和高市早苗对上眼，却也给习近平带来稀土的讯息。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1月24号下午，李强在结束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20次峰会后，乘包机回到北京。关键矿产此次 G20 峰会上的标志性议题，在专门的讨论环节中，李强一方面为中共的稀土出口管制政策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准备了方案来平息开发中国家的担忧。这一套方案似乎是在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呼吁，希望能在北京占据主导地位的稀土产业中获得更多收益。稀土在军工和民用生产上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无论是导弹、战斗机、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以至手机等都很关键。但在习近平手里，稀土成为对抗美国的一张王牌。在南非的这场 G20 峰会上，习近平和川普都没有出席。中共总理李强出场应对外界关于北京在稀土管制上的提问。在峰会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公布了应对矿产问题的方案，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一道，携手19个国家启动绿色采矿倡议，其中包括资源丰富的柬埔寨、尼日利亚、缅甸和津巴布韦。中共的方案并没有平息欧洲的焦虑，未来几个月，法国、德国、英国和爱尔兰等国领导人预计将陆续访华，稀土很可能会成为他们议程中的重点。意大利方面的通报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周六向李强强调，确保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关键部件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由于中方声明未提及这段讨论，尚不清楚李强对此作何回应。华尔街日报11月24号报道，在坦桑尼亚姆贝亚，澳洲矿业公司 Peak Rare Earth 曾希望在这里开发一个稀土矿，以此摆脱对中共的稀土依赖。Peak Rare Earth 被中国的盛和资源收购，此举使中共控制了一处关键的稀土矿床。据来自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的资讯，到2029年，中共将掌握源于全球主要新兴稀土供应地之一坦桑尼亚的所有稀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关键矿产专家格雷斯林·巴斯卡兰说，此番失利的影响非同小可，这会赋予中国更大的市场影响力，也会增强其扰乱这个本已十分脆弱的市场的能力。
自从中共今年早些时候开始限制向全球供应稀土矿物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寻找可迅速投产的关键矿产矿床，结果却发现中国公司早已大举收购许多最有前景的稀土、锂、镍等矿床。2019年，川普正与北京方面打贸易战，中共官方媒体警告称，中共可能以稀土为武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美国有可能失去维持其技术实力所必须的材料供应。目前，中共已主导了全球稀土元素的供应，例如铝。曾担任 PIC 首席执行官至2020年的史密斯说， PIC 只是又一块拼图，又一处将被中国纳入其版图的稀土矿床。阻止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收购在世界各地收购战略性矿山，已成为西方的当务之急。在盛和资源收购 PIC 后，美国和澳洲同意强化那些可用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和阻止关键矿产和稀土资产出售的工具。美国之音11月21号报道，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呼吁美国紧急采取行动，打破中共对稀土矿物的垄断。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11月19号举行的题为“掠夺性定价：中国共产党如何操纵全球矿产价格，以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听证会上说，中国经营了几十年，主导了全球稀土供应链，并将其武器化。共和党众议员莫勒纳尔赞扬川普总统在加强美国稀土供应链韧性方面的努力。在韩国与习近平会晤期间，川普总统为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了1年的关键时机，涉及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所以，摆在国会、行政部门、私营企业以及世界各地的众多盟友和伙伴面前的任务是，利用这1年时间迅速采取行动，卸了中共稀土这支上了膛的枪，以免它再对全球经济开火。中共控制稀土是一种长期战略，但眼下中共与日本的冲突似乎有升高的趋势，中共正在国内制造战争的紧张气氛。中共官媒央视军事频道11月24号报道，中国一些内陆省区的国防动员系统近来正紧贴实战需求，动员民兵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提升民兵分队的应急处置和精准保障能力，提升其国防动员后备力量。例如，安徽省萧县提到，当地近日举行的一场综合保障实战化演练中，民兵分队针对物资转运、热食制作、通用工程、抢修抢建等环节，演练快速装卸载及转运应急物资，并及时打通生命通道，为遂行后续应急保障任务奠定基础。此外，在重庆市渝中区，当地民兵开展的模拟演练中，渝中区人民武装部使用数位智慧化的武装工作平台，完成参战人员抽组、装备物资紧急调用，组织新育新制民兵力量参加实战化演练。中共建政后，基于育兵于民的思想，在中国各县级、乡级行政区、国有企业，甚至一些大专院校成立人民武装部，专责紧急情况时的民防动员及征兵事宜，同时管理民兵使用的武器仓库。然而，在这种民兵备战的气氛下，11月22号，由日本人气歌手参与的演唱会照常在上海举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赤西仁和井户亮在这场活动中登台表演。据香港东网消息，赤西仁最近凭参演剧集《浪漫匿名者》人气翻涨。日媒报道提到，场馆戒备森严，场馆外未见任何与活动相关的标识。上海一名30多岁的不具名女士说，她希望中日关系保持和平，因为过去两国关系紧张时，一些演唱会曾被取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初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中日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以冲击两国旅游、文娱和人员层面的交流往来，多项活动被取消。据路透社早前报道，上周约10几场由日本音乐人参与在中国主要城市举办的演出临时取消，受影响的包括爵士音乐人铃木良雄、
大鱼寿男、歌手 Kokia、Kid Fresno、摇滚乐团 DOES 等。华尔街日报11月24号报道，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将近1个月，就已给世界上2位最有权势的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在10月访问东京时热情洋溢地表示，高市早苗会成为日本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第二位是习近平，他被高市早苗有关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日本很可能会卷入战争的言论激怒，引发了一场经济和政治施压行动。中共在联合国斥责日本政府，还取消赴日旅游航班，并威胁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但这对高市早苗来说，反倒成了执政的助力。他上任1个月的政府获得了高涨的支持率。例如11月22号，在东京巨蛋棒球场附近享受阳光的Min Tanaka说，我认为他做得很好，我一直在等高市早苗女士这样大声直言。据他估计，这场争端会持续下去，但他自己并不担心。我认为我们应该不用管中国说什么，日本有美国撑腰。高市早苗是一位偏爱蓝色外套和宽大手提包的保守派人士。他在上任时誓言要像马一样工作，以振兴日本经济，提升日本的国际声望。高市早苗上任后不久，选民们就见识了他的这种敬业精神。11月7号，他睡在议员宿舍，凌晨3点就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他后来为这么早开始工作给保安人员、秘书和司机带来的不便而道歉。就在那天，他被卷入了一场外交风暴。当一名反对党议员问及封锁台湾是否会对日本构成足够严重的威胁，以至于日本可能出动军队进行自卫时，高市早苗表示有可能。高市早苗说，如果涉及使用军舰和行使武力，我认为这无疑可能构成威胁国家生存的危机。北京方面反应激烈，包括对这位新任首相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并常常将他与助长日本在2战中残暴行径的军国主义联系起来。宾夕法尼亚州里海大学副教授、中日关系专家易南河说，中共攻击高市早苗，目的是动摇他刚刚起步的政府，也是在向台湾的亚洲盟友以及最终向美国发出警告。这场外交争端看来会持续下去。日本官员担心，如果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可能会受损，特别是一旦中国选择限制日本获取对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稀土矿物。尽管如此，这场争端并未损害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民调显示，约70%选民支持高市政府，是前任首相石破茂9月辞职前夕所获支持率的2倍多。一些盟友正团结起来为高市早苗辩护。11月21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吃日本海产支持日本。当天，事实上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也敦促台湾的海鲜爱好者们尽可能多地购买日本扇贝，以对抗北京方面威胁实施的进口禁令。美国驻日本大使乔治·格拉斯11月20号表示，我只想直接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我自己和大使馆说，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我们支持他。高市早苗几乎没有表现出被这场风波所动摇的迹象。在前往南非参加世界领导人会议的途中，他在自己的官方 X 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坦言苦恼该如何着装。他说，也许我需要逼自己一把，买几套能让我在外交谈判中占上风的衣服。台湾学者吴家龙认为，日中关系最近急转直下，紧张程度不断升高，可能是1972年日中建交以来最严重的状态。背后的一个特色就是中共把战狼外交对准日本。然而，中共战狼外交却踢到铁板，高市早苗首相的国内民调支持率冲上新高，高达70%。在国际场合，高市早苗也受到热烈欢迎。从效果上来讲，中共对着日本而来的战狼外交失灵了。吴家龙指出，中共战狼外交之所以踢到铁板，源于4种误判。第一个误判是，中共可能以为别人敢不听话、不配合，应该是自己还不够强硬，甚至不够凶狠，
所以别人才不怕。于是中共的外交人员或政治人物就讲一些硬话狠话，在姿态上摆出战狼外交的做派，看看能不能让对方收敛一下。第二个误判是，中共以为用强硬甚至野蛮的姿态对别人施加心理压力可以摸底，也就是可以测试对方的底线。第三个误判是，中共想用战狼外交引出对方的主和派，就是想息事宁人那一派，压抑主战派，或者说想壮大亲中派，压抑亲美派。第四个误判是，战狼外交引出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转移内部焦点到对外冲突上，来减轻内部政治压力。这个误判的问题在于，一旦挑逗起民族主义情绪，将来在内部政治上也不好处理，有可能国家领导人反而被民族主义情绪所绑架，被推着走而身不由己。这时候，国家领导人如果想对外达成交易，做出让步，反而会被认为是丧权辱国。总而言之，使用战狼外交往往落入一厢情愿的陷阱，以为管用的到最后都不管用，会被观察者觉得是误判。吴家龙指出，战狼外交的失灵也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中共在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出现的现象，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更深层的三个误判。第一个是觉得自己有大国崛起，有本钱跟美国平起平坐，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大国崛起是美国支持出来的，是美国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放出口市场给中国，取消贸易与人权挂钩，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帮助中国以开发中国家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企业下订单，给投资，给人才培训等等。美国能给的，美国也可以收回来。中共把美国看低了，以为真的有大国崛起，真是误判。第二个是认为有东升西降，每一个民主社会都会有缺点。例如美国大城市纽约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很多毒品交易，有黑社会，然后你就认为美国不行了。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美国社会的优点？许多世界顶级大学的研究室或实验室里，还有很多创新的点子在实验中。美国的一些顶级企业还有很多的创新成果在推出。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往美国集中，让人才的汇集与互动提高了个别的生产力。这些优点你都看不到，是吗？第三个是认为中国可以弯道超车。其实用不守规矩的办法来窃取别人的智慧财产权，使用商业间谍来取得别人的技术机密，或者用市场准入来强迫别人转移技术，这些办法根本不足以造成所谓的弯道超车，反而让中国自己失去别人的信任。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主创新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支持创新的制度与文化。所以虽然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有上面这三项误判为基础，延伸出战狼外交的误判，然后再延伸出用战狼外交来对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最后反而助长了高市首相的国内与国际的声望。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